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上海临港，今天这里将点亮全球首台全高温超导托卡马克装置，它有个更加霸气的名字，叫做人造太阳。之所以将其称为人造太阳，是因为它的内部能够像太阳一样持续地进行可控的核聚变反应。上世纪50年代，世界上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自此，人类对可控核聚变能源充满了期待。在所有的核聚变反应中，氢弹里的聚变反应，也就是氢的同位素氘氚核聚变，是相对比较容易实现的。一个氘原子和一个氚原子结合，生成氦原子的过程中释放出巨大能量。氘在海水中储量极为丰富，1公升海水里提取出的氘可释放相当于燃烧300公升汽油的能量，而氚可在反应堆中通过锂再生，锂在地壳和海水中的储量也相当丰富。氘氚反应的产物没有放射性，聚变反应堆也不产生污染环境的硫、氮氧化物，不会释放温室气体。可以说，可控核聚变能够安全、持续、平稳地为人类提供近乎无限的能源。世界各国长期投入可控核聚变研究，过去半个多世纪已建成超过100台可控核聚变装置。当前核聚变路线主要有3种，包括重力场约束、激光惯性约束和磁约束，而托卡马克装置属于其中的磁约束聚变的研究装置，凭借杰出的性能在众多技术中脱颖而出。已经建成和正在建设的托卡马克比较知名的包括美国的 D3D、英国的 JET、中国的东方超环，以及正在建设的 ITER 和 Spark 等。而位于上海临港的这台红荒70托卡马克，则是其中唯一一台所有关键零部件都采用高温超导材料的托卡马克装置。在我身后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红荒70全高温超导托卡马克装置。它是由能量起点设计、研发和建造，全部磁体系统均采用高温超导材料加工建造。不仅是全球首台全高温超导托卡马克装置，也是全球首家由商业公司研发建设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率先在完整装置层面验证高温超导托卡马克技术路线的工程可行性。托卡马克装置的中央是一个环形真空室，外面缠绕着线圈，在通电时内部会产生巨大的螺旋形磁场，将其中的等离子体加热到很高的温度，以达到核聚变的目的。作为全高温超导托卡马克装置，红荒70的整体建造成本约为1.5亿元人民币。虽然目前全球已建造超过100多台托卡马克装置，但红荒70所采用的高温超导托卡马克技术是这一领域中的创新技术路线。高温超导对于磁约束聚变而言是一种新的材料，用高温超导材料来建造托卡马克装置，控制和约束等离子体还没有先例可循。我们用高温超导这个托卡马克，实际上我们希望的是坦率的说，还是在极低温下，但是非常高的磁场这样的一个性能。当我在这个把一台托卡马克装置的磁场显著的提升，比如提升1倍以上的时候，我就可以把这台装置的体积缩小到这个原来就没有提升磁场的时候大概2%左右。比如全世界这个在90年代就开始立项有个国际联合项目叫 ITER 的，那么 ITER 的装置它的造价是现在已经是达到了200亿欧元，实现的是一个 Q 大于等于10的目标。它是一个低温超导的装置。如果我用高温超导这种材料去做这样的一台同样性能在 Q 大于等于10的情况下，我的装置的体积能缩小到2%左右，我可以把成本降到5到10亿美金这个量级。我们看到这好像是个机器，它是怎么运作的？首先，我们需要在装置能够运行的前提下，然后将燃料投入到装置里面去，把它变成等离子体，并进一步的去提升这个等离子体的性能，最终使得当这个等离子体达到足够高的温度、足够高的密度的时候，它就会自己在里面发生聚变的反应。要多高的温度？需要1度以上的这个温度。那几乎是和太阳内部的温度是要远高于太阳内部，远高于太阳内部。对的。对于可控核聚变而言 ，Q 值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指标，它直接反映了核聚变反应器的能量效益，也就是装置产生的能量与维持聚变所需投入的能量之比。这个比值大于1，代表着输出的能量大于输入的能量，核聚变才理论上被认为是实现了，可能可以开始为人类发电了。目前人类能达到最大的 Q 值是
1.53，而能量起点的最终目标是10。如果要建设一台 Q 大于10的托卡马克装置，使用高温超导材料能够使装置体积缩小至传统低温超导装置的2%左右，装置的建造周期也将从原本的30年缩短至3至4年，大大加速可控核聚变的商业化进程。它的建成和运行就代表着这条新的我们在21年提出的这条新的技术路线，它在工程上是可行的。它跟其他的托克马克一样，在所有的系统一起运行的时候，它是可以去完成所有系统的集成运行的。作为一台原型机，这台红荒70的托卡马克装置的能量层级是10的17次方。它仅为验证用高温超导材料建造托卡马克、控制、约束等离子体的技术路线在工程层面可行，但距离全球公认的商业化可控核聚变所需的10的21次方的能量层级还有不小的距离。能量起点的计划是在2027年完成下一代强磁场高温超导托卡马克装置红荒170的建设。该装置以实现 Q 大于10为目标。目前，在全球可控核聚变高温超导托卡马克技术路线领域，最为突出的公司是美国的联邦聚变系统公司。该公司率先提出了 Q 大于等于10的商业化可控核聚变高温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Spark 的设计图，计划在2025年建成。这比红荒170早2年。当然，红荒170也有自己的优势。在体积是 Spark 的70%的情况下，磁场强度将会是它的110%，能够进一步实现降本。而红荒170建成后，也将成为世界上尺寸最小、成本最低、能够实现10倍能量增益的托卡马克装置。目前红荒170尚处于物理装置阶段，预计在明年年初开始进行工程设计。2030年后，能量起点还将启动再下一代的高温超导托卡马克装置红荒380的建设。目标建成可用于示范性聚变发电站的托卡马克装置。我们的目标是把我们的380的这个成本降低到跟现在的4代裂变堆差不多的水平，建造成本大概是在4到5万块人民币每千瓦吧。我们现在的3代裂变堆，就3代商业堆的建造成本大概是18000到2万块钱人民币每千瓦。那我们觉得，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第一代聚变电站的成本做到跟4代裂变堆差不多呢，那这个应该是对于客户或者说对于核电业主是有一定的商业吸引力的因为它毕竟跟4代堆相比，它毕竟不需要核燃料嘛。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在中国或者在美国，我们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能看到聚变发出的第一度电。那这度电真的变成商业化的电，那这个前提就是它的可靠性、它的成本能够跟火电相竞争，肯定还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可以给你一个参考，就是如果我们看这个过去几十年裂变电站的发展历程的话，看从第一个那个链式反应到在美国第一个那个由私人资本投资建设的商业电站，中间隔了8年的时间。根据世界能源展望，未来包括天然气和煤炭在内的化石能源如果逐渐退出全球市场，到2050年，人类将会面临超过10%的能源空缺，而这对于可控核聚变能源的发展则是巨大的机遇，同时也是巨大的挑战。能源一直以来是诸多产业的核心，也正因为它的重要性，我国一直在探索新的清洁能源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可控核聚变这一曾经只存在于理论中的能源形式，正在逐渐走向现实。虽然该技术目前在商业化的应用的进程中，仍旧面临许多技术上和工程上的挑战，但一旦实现突破，人类将彻底实现能源自由，推动地球文明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而中国的科学家们正用他们的智慧，将这一梦想一步步变为可能。我们下期再见。